第101课，你看见我的鞋子了吗？嘿安娜，你看见我的鞋子了吗？它们正在分崩离析。哦不，那不好。也许是时候买一双新了。是的，我认为你说的对。我需要坚固又舒适的东西。好吧，其实我打算这个周末去买鞋。你想一起来吗？当然，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。但只是一个警告，在试鞋时我不是很耐心。哈，我一定会带点零食让你精力充沛。也许还会吹口哨以防你在商店里迷路了。非常有趣。别带我去任何只卖高跟鞋的商店。别担心，我不会让你受苦的。但如果你真的很幸运，也许我们会找到一双你无法抗拒的闪亮彩虹色运动鞋。我会把这些传给别人的。但我愿意尝试一些新的东西。这就是精神。谁知道，也许我们会找到一双完美的鞋子，然后你就会成为一个购物迷。哈，我对此非常怀疑，但我感谢你的热情。我们只希望我能找到一些不让我看起来像小丑的东西。同意。我们将坚持基础知识，找到既时尚又实用的东西。一切都与平衡有关。对我来说听起来不错。我们开始做吧。第102课，新的快餐店。嘿安娜，你听说过街边刚开业的新快餐店吗？不，我没有。它叫什么？它叫做 Greasy Spoon。这听起来并不完全开胃。是的，我知道。但显然他们有这个新汉堡应该很棒。好吧，我确实喜欢一个好汉堡。也许我们应该试一试。当然。但是提醒一下，我听说它很油腻。所以一定要带一些餐巾。我会带一整卷以防万一。但是，如果我们要沉迷于一些油腻的快餐，我们应该在晚餐使用一些健康的快餐来平衡一下。好观点。也许我们可以煮点蔬菜或沙拉来搭配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计划。但是，我们不要忘记事后散步消耗掉所有这些卡路里。同意。我们不想变成几个沙发土豆。我认为一个汉堡不会对我们造成那么大的伤害。但是你说的对，保持活跃很重要。绝对可以。现在我们去看看这家新的汉堡店，看看到底有什么炒作。我们开始做吧。但我一定会多带一些餐巾给你，以防万一。第103课，你知道橘子真的很健康吗？嘿安娜，你知道橘子真的很健康吗？第嘿安娜， 103课，你知道橘子你说过真的橘子真的很健康吗？很健康吗？你为什么现在提起这个问题？好吧，我刚吃了一个橙子，感觉自己像个新人。太棒了，约翰。但是橙子总是健康的，而不仅仅是当你吃的时候。真的吗？你是什么意思？橙子富含维生素 C， 可增强您的免疫系统并帮助抵抗疾病。另外，它们的卡路里低，
纤维含量高，这使它们成为很棒的零食。哇，我不知道。我想那我应该多吃橙子。当然，但是别忘了也要均衡饮食，多吃水果和蔬菜。橙子很棒，但它们不是治愈一切的神奇方法。是的，我知道。但是吃完一个之后，我确实感觉自己像超人。好吧，如果你想感觉更好，你可以尝试吃一整袋橙子。一整包？这可能有点过分。开个玩笑，约翰。但说真的，橙子是一种很好的零食，也是任何饮食的健康补充。谢谢你的提示，安娜。下次我去杂货店时一定要储备橙子。听起来像一个计划，只要确保你不会因为吃太多而变成橙色即可。第104课，你如何让自己快乐？嘿，安娜，当你情绪低落时你会怎么做？你如何让自己开心？好吧，有几件事总能让我感觉好些，比如去跑步，读一本好书，或者与朋友和家人共度时光。这些都是好主意。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东西来真正提升我的心情。是的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但是有时候最简单的事情可以带来最大的快乐，比如一杯热茶或一部有趣的电影。我想我应该开始多喝茶，多看喜剧。嘿，值得一试。但实际上，每个人的幸福都不一样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能让你感觉良好的东西，然后做更多的事情。这是个好观点。也许我应该尝试做更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比如弹吉他或写作。绝对可以。而且别忘了照顾好自己。充足的睡眠、良好的饮食和定期锻炼都会对你的幸福感产生重大影响。是的，你说的对。我想我只需要专注于重要的事情，然后放开那些不重要的事情。没错，生命太短暂了，不能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不让我们开心的事情上。因此，让我们专注于美好的事物，享受旅程的乐趣。我喜欢你的思维方式，安娜。我们开始做吧。第105课，你有汽车保险吗？嘿，安娜，你有汽车保险吗？我当然知道，约翰。你也应该。我有保险，但是太贵了。我不知道这是否值得。你什么意思？保险很重要，它可以在发生事故时保护您和您的汽车。是的，我知道。但是我真的需要为此付出这么多钱吗？好吧，这样想吧。如果你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发生事故，你最终可能会自掏腰包支付数千美元。我想你说的对。但是，我仍然不想花那么多钱买一些我可能永远不需要的东西。我明白你的感受，约翰，但可以将其视为对未来的投资。另外，如果您有良好的驾驶记录或参加防御性驾驶课程，一些保险公司会提供折扣。这是个好观点。也许我应该货比三家，看看能否找到更优惠的价格。当然，
比较价格和保险选项总是一个好主意。谁知道，你也许可以省点钱，同时还能获得所需的保护。好吧，你说服了我。我今天开始寻找新的保险单。很高兴听见，约翰。现在，你可以安心驾驶，因为你知道万一发生任何事情，你都会得到保障。第106课，数学考试真的很难。嘿安娜，你今天参加数学考试了吗？那真的很难。是的，我知道。我很确定我失败了。那你呢？这里也一样。我的意思是，谁在现实生活中使用微积分？我不知道，约翰。也许是火箭科学家还是数学家。是的，我想你说的对。但是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，这只是折磨。跟我说说吧，我觉得我需要博士学位才能理解其中的一些问题。哦，是的，找到函数的导数对日常生活完全有用。我知道，对吧？但是，嘿，至少我们可以一起表示同情。是的，确实如此。苦难爱陪伴。不过说真的，我希望曲线是宽阔的。我需要我能得到的所有帮助。我也是。否则，我可能得回去重做高中数学。别担心，约翰。我们会一起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其他所有方法都失败了，我们随时可以成为专业的数学导师。我不认识你，但我想我会坚持我的日常工作。第107课，你见过我们的新化学老师了吗？嘿安娜，你见过我们的新化学老师了吗？是的，我有。为什么？你怎么想？好吧，我不确定该怎么看待他。他看起来不错，但他也有点紧张。激烈？你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他真的对化学充满热情。比如，真的很热情。当他解释化学反应时，他实际上是在跳来跳去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但是，嘿，这是一件好事，对吧？这意味着他很高兴能教我们，希望我们学习。是的，我想你说的对。但这有点让人不知所措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不知道有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化学键。欢迎来到化学世界，约翰。但说真的，我们很幸运有这样一位充满激情的老师。这意味着他将尽其所能帮助我们取得成功。我想你是对的。谁知道，也许我也会爱上化学。嘿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但与此同时，让我们尽情享受旅程，尽量不要太不知所措。第108课，生日蛋糕很好吃。嘿安娜，你试过生日蛋糕了吗？好吃。是的，我做到了。但我觉得我吃的太多了。我觉得我快要爆发了。是的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想我有3块。3块。约翰，太疯狂了。我能说什么？我爱吃甜食。
我能分辨出来。但说真的，我们应该自己调整节奏。现在我们俩稍后都会后悔的。为什么生日一定这么诱人？我知道，对吧？就像当涉及蛋糕时，所有的自我控制都会消失。但是你必须承认，这是值得的。那个蛋糕太神奇了。是的，很不错。但是下次，让我们试着保持一点克制。同意。或者至少是先确保我们的胃里还有一些额外的空间。第109课，你一直在练习篮球技巧吗？嘿安娜，你最近在练习篮球技巧吗？约翰，你知道我的篮球太差了，我甚至不知道如何正确运球。好吧，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开始练习的时机了。我们应该上场，共同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能。太棒了，我等不及要在所有其他玩家面前让自己感到尴尬了。别担心，安娜。我们可以成为自己的球队，一起练习，直到我们准备好进入大联盟。我不知道，约翰。我觉得我缺乏协调可能会阻碍我们前进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重点放在团队合作上。我们将努力传球，布置玩法，甚至可能开发自己的秘密握手。秘密握手。现在，这是一个制胜策略。你打赌是这样。谁知道，也许我们会给自己一个惊喜，然后真正变得非常擅长篮球。嘿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但与此同时，让我们尽量不要让自己太尴尬。第110课，你今晚想玩棋盘游戏吗？嘿安娜，你今晚想玩棋盘游戏吗？当然，听起来很有趣。你在想什么游戏？大富翁怎么样？垄断。那场比赛需要很长时间。是的，但这是乐趣的一半。另外，我很擅长。真的吗？我们拭目以待。我将成为顶针，而你也可以成为鞋子。你明白了。但请注意，我是一个无情的房地产大亨。我不害怕。我也有一些窍门。那就开始游戏了。愿最好的大亨获胜。我们拭目以待。但别作弊，好吗？我作弊？从来没有。当然。我会密切关注你的。而且我不想用其他任何方式。开始游戏吧。第111课，不可思议的鹰。嘿安娜，你知道老鹰能在空中飞到1万英尺吗？真的吗？我不知道。是的，而且它们的视力也令人难以置信。它们可以从1英里远的地方发现猎物。哇，老鹰是非常神奇的生物。它们肯定是。你知道它们终身交配吗？太甜蜜了。老鹰也很浪漫。是的，它们就像鸟类世界的终极力量情侣。
我想知道他们在约会之夜做什么。也许他们去山上浪漫飞行，或者一起钓鱼。太可爱了。也许我们应该从老鹰的书中摘出一页，然后开始终身交配。我不知道，安娜。我想我更喜欢单身生活。适合你自己。但是，如果你在没有应有的情况下开始感到孤独，也不要感到惊讶。我会记住的。但现在，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老鹰有多棒。第112课，一大堆作业。嘿安娜，你听说这周孩子们有很多家庭作业吗？是的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看来他们每周都有越来越多的工作量。好吧，也许他们真的很聪明，而老师们正在挑战他们。是的，当然，他们是正在形成的天才。嘿，你永远不会知道。也许我们手上有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。是的，或者可能只是未来睡眠不足的僵尸。好吧，不管怎样，我认为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完成作业。同意。我会学习数学和科学，你可以处理英语和历史。听起来像一个计划。但是这个艺术项目呢？这很简单。我们就让他们用手指画画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我喜欢你的思维方式。谁知道，也许他们的杰作总有一天会出现在博物馆里。是的，或者可能只是在冰箱门上。但无论哪种方式，我们都会为他们感到骄傲。绝对可以。让我们开始做家庭作业。第113课，你想要软饮料吗？嘿安娜，你想要一杯苏打水吗？不用了，约翰。我想减少软饮料的摄入。真的吗？但是软饮料太令人耳目一新了。我知道，但它们也富含糖和卡路里。啊，但这就是它们如此美味的原因。我猜是这样，但我宁愿坚持喝水或果汁。无聊。但我想这是一个更健康的选择。是的，确实如此。谁知道，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我的寿命会比你长。嘿，我会抓住机会喝苏打水。人生苦短，不用担心卡路里。你自己穿吧，但是当你长了蛀牙时，别来喊我。别担心，安娜。我会多喝苏打水来缓解疼痛。不是这样运作的，约翰。嘿，一个人能做梦，不是吗？第114课，你在健身房看见我了吗？嘿安娜，你昨天在健身房看见我了吗？我正在跑步机上把它压碎。真的吗？我一定是在忙着锻炼的时候错过的。嘿，我也在锻炼身体。有时候我只是想放松一下。是的，我知道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总是那么健康和健美。谢谢，谢谢。但是你知道，这不仅仅是你锻炼了多少，这也关系到你做事的样子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总是穿那些华丽的运动服吗？
嘿，你不能否认我穿上它们看起来不错。我想是这样，但是你应该尽量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实际锻炼上，减少对服装的关注。是的，你可能是对的。但是如果我在锻炼身体时看起来不错，我就无能为力了。好吧，至少你有信心。但也许下次，试着挥洒汗水，而不仅仅是让人心碎。好吧，好吧。下次我一定会大汗淋漓的。但我还穿着很酷的运动服。当然，约翰，不想让你在锻炼身材的同时失去自己的风格。第115课，昨晚我做了个最疯狂的梦。嘿安娜，我昨晚做了个最疯狂的梦。真的吗？是关于什么的？好吧，我当时在一个热带岛屿上，周围环绕着漂亮的女人，每个人都在给我喂葡萄，用棕榈叶扇给我。哇，听起来真是个梦。是的，太神奇了。但是后来我醒来后意识到这一切只是一场梦。是的，梦想通常就是这样运作的。但是，嘿，在持续的时间里我还玩得很开心。我确信你做到了。也许你应该试着把这个梦想变为现实。是的，这是个好主意。我就辞掉工作，搬到一个热带岛屿去。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解决方案，约翰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但是一个人能做梦，不是吗？当然，约翰。谁知道，也许有一天你的梦想会成真。是的，也许。但是在那之前，我只需要安顿下来过无聊的旧生活。我敢肯定没那么糟糕，约翰。谁知道，也许今晚你会有一个更好的梦想。希望在这里，安娜。这是希望。第116课，你去过骑自行车吗？嘿安娜，你以前去骑过自行车吗？是的，我有。你为什么问？好吧，我本来想买一辆自行车去骑自行车探险的。你有兴趣加入我吗？当然，这听起来很有趣。但是你必须保证不要走得太快。我保证，安娜，我不会把你丢在尘土里。很好，因为如果你让我陷入困境，我不想叫救援队。别担心，安娜，我会对你放轻松一点。谢谢，约翰，我很感激。但如你所知，我可能有点生锈。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骑自行车了。没问题，安娜，我们会缓慢而稳定的走下去。谁知道，也许我们会在骑行冒险中发现一些隐藏的宝石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计划。但还有一件事，约翰，我们必须穿那些紧身的骑行短裤吗？是的，安娜，这是骑行服的一部分。不，我想我会把那部分交给别人的。随你便，安娜。但请记住，短裤越紧，走得越快。我不认为它是这样运作的，约翰。好吧，在你尝试之前，你永远不会知道，
安娜。除非你尝试，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。第117课，你骑过摩托车吗？嘿，安娜，你以前骑过摩托车吗？不，我没有。你为什么问？好吧，我本来想买一辆摩托车，然后带它去兜风。你有兴趣加入我吗？约翰，你知道在这样的事情上我有点吓人。哦，来吧，安娜，会很有趣。我们可以感觉到头发上的风，然后骑车驶向日落。我不知道，约翰。我想我更喜欢坐在带安全带的车里，感受风吹过脸上的风。随你便，安娜。但是，想象一下开阔道路的快感和骑着强大机器的兴奋感。我确信这很激动人心，约翰。但我想我会坚持使用我那辆无聊的旧车。没关系，安娜。也许有一天你会改变主意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骑车去看日落。是的，也许。但是在那之前，我会坚持和你一起在车里骑线弹枪。这对我来说听起来不错，安娜。只要我们在一起，无论我们乘坐什么车，我们都能玩得开心。我完全同意，约翰。第118课，空调不起作用。呼，这里真的很热。你注意到空调不工作了吗？是的，我做到了。我想知道为什么这里这么闷。好吧，我们可以随时尝试打开窗户，让新鲜空气进入。那无济于事，约翰。外面比里面更热。说得好，安娜。也许我们应该试着互相吹气冷却。你是认真的吗，约翰？我认为那行不通。值得一试，安娜。在这里，让我试一试。约翰，停下来。那不会让我冷静下来。好吧，好吧。我们拿点冰放在风扇面前怎么样？这可能有助于我们冷静下来。现在这是个好主意，约翰。我们试试吧。啊，好多了。我认为我们毕竟能在这场热浪中幸存下来。是的，谢谢你的主意，约翰。而且也是为了开怀大笑。随时都可以，安娜。任何时候。第119课，西瓜上的盐。嘿，安娜，你有没有试过在西瓜上加盐？西瓜上加盐？不，这听起来很奇怪。为什么有人会那样做？相信我，安娜。它改变了游戏规则。它使西瓜的味道更甜。我不知道，约翰。听起来不太开胃。来吧，安娜。试一试吧。我保证你不会后悔的。天啊，约翰。你说的对。这太神奇了。我告诉过你，安娜。盐和西瓜是天作之合。谁知道？我猜你每天都会学到新东西。没错，安娜。现在，您可以享受多了一点风味的西瓜。
谢谢你的提示，约翰。我从没想过要在我的西瓜上加盐。随时都可以，安娜。我一直在这里帮助你发现新的味觉。第120课，你见过五大湖吗？嘿，安娜，你见过五大湖吗？不，我没有。你为什么问？上周末我去露营，我们在密歇根湖附近露营。太棒了！真的吗？告诉我更多。好吧，水清澈见底，非常平静祥和，而且日落绝对令人叹为观止。哇，听起来很神奇。我希望我能去那里。是的，这绝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东西之一。听起来你在湖边有过一次精神体验。是的，你可以这么说。这很好的提醒了大自然有多美丽。确实如此。有时我们会忘记欣赏生活中的简单事物。没错，但是五大湖无疑让我想起了这一点。好吧，我很高兴你度过了这么美好的时光，约翰。也许有一天我也能看见。我希望如此，安娜。绝对值得一游。请点赞并订阅。欢迎观看我们频道的更多视频。